我是瓜皮儿，消失的校车前情提要。在困难重重的调查之下，亚斯翠逐步接近了姐姐失踪的真相。这一切都跟一个叫做欧斯塔拉的民间传说有关。向他提供线索的法尔克自杀身亡，而原本已经脑死亡的布林克也从昏迷中苏醒。下飞机后，亚斯翠就坐车前往雅各生前住的马拉喀什。路上看到未接来电，他才回想起自己对前夫爽约，害得他和女儿在机场白等。他匆忙回了一条消息后，车也到达了目的地。他想找人问路，眼前的女人却向他打了招呼，对方正是当年幸存者之一的艾米莉亚。他得知了艾米莉亚改名叫西布利的事情。西布利接着说，从前那个艾米莉亚已经消失了，以前自己的灵魂饱受折磨，伊达失踪后一无所有的他被现在的自己永久的埋葬了。说白了，艾米莉亚就是个双重人格患者。亚斯翠将雅各临死前打的那通电话的事说了出来。西贝利告诉他，雅各死前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直觉得很愧疚，他一直相信自己会在某天死去，所以在18岁那年将日期纹在了身上，而那天刚好就是他的死期。接着西贝利说起了这里取名为马拉喀什的原因。这里是艾米莉亚和伊达曾经梦想的地方，伊达消失后，现在的自己建造了这个地方。说到这里，晚岛的时间到了，于是西贝利先离开了。亚斯翠独自顺着高楼往下看，眼前出现了坠楼尸体的幻觉，他急忙后退几步才缓过来，下面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晚上他被门外的声音吸引，下床之后走到一扇门前，发现了上面的邪教标志。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西贝利痛苦的哀嚎声，听着这个声音，亚斯翠回想起了他在精神病院的往事。在精神病院住久了，亚斯翠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这一天，他正一个人呆坐着打发时间时，一个男孩过来陪伴他。亚斯翠告诉他自己很快就能出去，因为自己不是疯子。他为了在梦中寻找姐姐的下落，设法拒绝医生们递来的药。可就在次日天亮的时候，住在他隔壁的男孩却跳窗逃跑了。他的房间里写满了我没病3个字。天亮后，亚斯翠推开了那扇门，他在一面镜子前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以及身后靠近的怪物，于是他一头将镜子撞碎，也因此找到了藏在镜框里的东西，雅各的那本魔法书。他立刻找西贝利质问他上面到底写了什么。眼看瞒不下去了，西贝利便告诉他这本书上所有的预言都成真了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他们3个人当年没有失踪也不是巧合。雅各将这本书留给他，是告诉他历史将会循环上演，今日就是新的轮回之日。作为欧斯塔拉的伊达现在消失了，亚斯翠就会作为血脉传承下去。但随后他也告诉亚斯翠一个震惊的事情，他和伊达并不是亲姐妹。突如其来的残酷真相让亚斯翠措手不及，他只能匆忙登上了回哥本哈根的飞机。在起飞前，他约了父亲在机场见面。路上他接着回忆起了当年男孩离开后的事情。当时他对男孩的离开感到很愧疚，同时也接受了父亲的说法，姐姐再也回不来了。那晚他没有再把药吐掉，而是乖乖吃了下去。很快飞机就降落在了机场，戴维过来迎接了亚斯翠，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路上他问起了广播节目的事，亚斯翠随口撒了个谎，却被戴维拆穿了。这时他才注意到戴维在朝陌生的路行驶。戴维说大家都觉得他需要帮助，所以他要做正确的事。这让亚斯翠顿感不妙，和他抢夺起了方向盘。虽然让车停了下来，但自己的头也磕在了车窗上，陷入了昏迷。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精神科急诊病房的床上，对面躺着的是20年前的自己，他们的手最终握在了一起。时间回到20年前，从岛上回来后，伊达就将脖子上那串邪教的挂饰装进了盒子里。他想忘掉那段历史，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了。教室变得很陌生，雅各·法尔克也将自己当成了透明人，这让他大受打击，一连3周都躺在床上消极度日，好不容易起床却呕吐了起来。母亲根据他呕吐了好几天的情况判断出他一定是怀孕了，但他并不建议女儿去堕胎，他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办法。伊达好不容易回到学校，却看见雅各在和一个女孩亲热，这让他羞愤难当。下楼时又和班主任亨利特擦肩而过。不料天公不作美，路上下起了暴雨，伊达无处可去，正在发愁时再次遇到了亨利特。他安慰了伊达几句，便邀请他去自己家喝杯热茶。聊了一会儿后，伊达想上卫生间，却无意间发现了之前在岛上和自己结合的恶魔的面罩。他瞬间就明白过来了，而亨利特的眼神也逐渐变得阴森起来。天亮后，春分日如约而至，就在今天下午5点57分。
据说这一天的白昼和黑夜一样长。亚斯翠看着那本魔法书，上面缺少一页，正好就是雅各信里的那张纸。他将那张纸对应上去后，中间显示出了数字21。而21年前的今天，就是伊达被选中成为欧斯塔拉的日子。不久之后，自己被父亲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出院后，母亲将他接到了自己家住。因为父亲和医生都不相信他说的关于恶魔的事儿，他们都认为他是为姐姐的失踪编神话故事来让自己好受些。母亲却相信女儿，女儿只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已。这时，戴维作为亚斯翠的前夫过来探望他，而他赶在戴维进门的前一刻偷偷离开了。他来到母亲的家里，直接问自己和伊达是不是亲姐妹。虽然母亲极力掩饰，但亚斯翠已经从他的表现中得到了答案。这也就能解释当年母亲再三道德绑架他，并逼迫他在梦境中寻找伊达下落的行为。这也直接导致父亲和母亲决裂，母女此后多年不见面。在听说是艾米莉亚说的这件事后，母亲又一次打起了感情牌。她拿出一本厚重的相册，上面是一家4口曾经温馨的记忆，如今却什么都没有了。正当亚斯翠被忽悠的团团转时，掉在地上的一张照片让她清醒了不少。看照片上的日期，那是在自己出生前1个月拍的，但照片上的母亲却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。眼看瞒不住了，母亲只能坦白了真相。当年他们夫妇领养她时，她才刚出生2周。她和伊达都是特殊的孩子，分点之女，因此他们这么多年来才会一直充当她们姐妹俩的亲生父母。这残酷的真相让亚斯翠一时难以接受，她急忙走到外面舒缓着心情。这时布林克的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布林克苏醒的事，他声称布林克有紧急的事情要说。亚斯翠不敢耽搁，他急忙赶到了医院。此时的布林克突然恢复了全部的记忆，他记得当年和亚斯翠的相识。他的意识这些年都困在亚斯翠梦中那个恶魔巢穴里，他们都不属于那里，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。这话让亚斯翠想起了伊达当年怀孕后不久的事。尽管母亲反对，他还是当面打掉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这让母亲非常崩溃。在敲门无果后，他将怒气发泄到了在身后看着这一切的亚斯翠身上。那天布林克在看到那张照片后发生了变化，他之前一直都活在那个梦中世界里。再次看到照片后，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儿：亨利特不是人，他就是雅各那本书中写出那些预言的赛宁。他现在非常危险。21年前他没有得到应得的东西，因此绝不会善罢甘休，逃避只能让他越来越靠近。而现在他相信亚斯翠已经猜出了亨利特到底想要什么了。亚斯翠确实知道他想要的就是自己。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他直接离开了医院。回到家后，他简单的收拾了东西，刚准备离开就遇到了父亲。知道真相的他已经对眼前这个欺骗了自己几十年的男人绝望了，更何况他这么多年来还是老一套的我都是为了你好。除了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，劝他放弃对姐姐的寻找外，这个冒充自己父亲的男人自私懦弱到了极点。于是他不顾身后父亲的呼喊和戴维恳求套开一下的请求，直接开车夺路而去。路上他也终于想通了一切。时间回到伊达毕业的那天，路上那届所有的毕业生都在疯狂地庆祝着，只有伊达打不起精神，毕竟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。这时法尔克主动过来向他道了歉，自己当初就应该阻止大家去那座岛，这样就能避免很多事。见伊达没有搭话，他也只能默默离开。这时伊达注意到母亲正在和亨利特窃窃私语。回到家后，母亲叫着他，希望他不要参加毕业旅行，因为他要来了。接着又说出了他是领养的以及自己与他做交易的事。当年自己没有怀孕，所以就与他做了交易，在伊达18岁那年把他献给他，但后来自己改了主意，想把伊达肚子里的孩子献给他。没想到伊达不按套路出牌，把孩子打掉了。现在一切都完了，他一定会来找回属于自己的祭品。而他们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的场景，被当年年幼的亚斯翠透过门缝看了个一清二楚。只是当时年纪太小，他理解不了他们在争吵什么。亚斯翠出门后，雅各找到了伊达，想要为之前的事道歉，但隐约猜出了真相的伊达根本不接受，他恶毒的诅咒他们都该死去，然后摔门而去。在母亲担忧父亲和妹妹充满阳光的眼神中，他坐上了毕业旅行的那辆校车。当亚斯翠再次来到亨利特的家时，这里早就变得面目全非。他走到了门外的河边，找到了那里停放的一条船，接着一切就像21年前发生的事情重演一遍。他也和伊达等人一样划船来到了那座岛，而亨利特也早就在当年和伊达结合的地方等待了。从两人的眼神交流中，当年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。那晚
亨利特用超能力将校车逼停，然后将伊达等21人带到了自己的巢穴，也就是亚斯翠梦中的地方。而亚斯翠也终于见到了失踪多年的姐姐伊达。拥抱过后，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牵挂了他和伊达手牵着手一起走向了远处的恶魔，消失在了大雾中。而那消失的20个学生也一起回到了这个世界。